这是第一道门禁系统。然后呢，这里还有一道。Hola. Olá, tudo bem? Todo bien. 好，现在下去，等一下呢，上街去看看。我是第一次在街上步行啊，今天。听说这是一个好的区，但是呢，我又听当地人说这并不是最好的。这是我的那个 Airbnb 爱彼迎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如果是能租的，可能也不算差的地方吧。现在早上大概9点多，左边那里那个 Dia 就是我昨天买的那个超市。现在呢，我沿着这条街一直往前走，对红绿灯没有很多的概念，因为我经常看到他们是闯红灯的。这里呢，电动车比较少，反正到此为止我还没有看见，都是汽油车，各国车都挺多的，连德国那个大众也挺多，反正中国车比较少。比亚迪目前我没有看见，因为听说比亚迪在巴西还是挺受欢迎的，在东北部的叫萨瓦多那个城市的附近，听说比亚迪要在那个地方开那个工厂。现在我就一直往前走，准备到唐人街去。巴西呢，这个街头这电线啊，它特别多的裸露的那个电线。画面右边一样，这是不是老爷车的一个店啊？好像是啊，老爷车很多，你看都是在维修的。大众啊，在巴西有很悠久的历史，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1980年代嘛，就是大众去中国投资去上海，他们呢就是搬巴西已经淘汰的巴西这里的大众生产线搬到中国去，就是没记错的话是桑塔纳，所以大众在这里巴西，可能它的比例挺高的吧。好像我走的这条是商业街，比较多的，好像好多这里都是汽车什么修理的，难道是汽车一条街？映入眼帘的前面啊，你看就有人直挺挺的躺在街上，好像是个女的啊。哎，挺可怜的。柴油是8.09块，好像比中国还贵。汽油是4.99、6.79，应该对，跟中国差不多。这汽油的价格，柴油比中国更贵。这条街单行道小一点，我们就走这条街吧。你看。他的穿着和我的一样，上面是穿秋衣，下面是短裤，我也下面穿着短裤。这什么东西啊？我是在其他国家没见到的，是垃圾堆吗？我在另外地方还看见它有一个盖可以把它锁起来的。在巴西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啊。你看大家看见了没有？这电线像蜘蛛网一样。这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景象。美国像这样的裸露电线也很多。我走过这区，我看见他们街上的车况都不怎么好，而且没有什么豪车。你看，这又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让我不得其解。这又是蜘蛛网一样的这个线，光缆呀、电缆呀、什么电话线啊，可能都混合在一起。这个城市虽然是巴西第一大城市、商业中心，但是感觉像我昨天咱们那个视频说的，真的赶不上中国。这是他们的垃圾箱，看看这垃圾箱是这样的。比较破，
然后我想到了他们这里安保措施啊，比如说我居住的民宿的那栋建筑物，就有两道门禁。还有呢，我之前也住过那个地方的门禁系统更复杂，需要人力物力，因为这治安不好，所以它的安保措施会导致这个企业运营成本增加，那么就是物业费可能也比较高吧。就是如果一个社会的治安不好，那么就会增加很多的成本。像我在巴西，现在我都是左右眼用余光观察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需要特别小心，因为圣保罗它的治安是在巴西有名的不好，里约有些地方也是不好，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呢，一定作为外地人要小心。反正晚上我要出门的话，肯定是坐网约车。目前好像它有 Uber， 滴滴在这里没有。滴滴呢在多米尼加还有哥伦比亚有，巴西没有，不知为什么。这里过斑马线也要注意，它不一定停，这车不一定停。好，前面呢，好像这里又是放垃圾的，对不对啊？不太像吧？我觉得应该是以前放那个报纸的地方。这是什么东西啊？也是放垃圾的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建筑，都是看上去都有几十年了，或者10-20年了。看另外一条街，然后这里有个保安，他这人行道上也是凹凸不平啊。如果是要推什么婴儿车，就比较吃力了。那个可能精神有问题的。哦，明白了，这应该是放垃圾的。前面这堆人难道是什么技术工人？有警察？技术工人可能这你看，无家可归的，要把他们清理走，可能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好臭啊！可能吧，是把他们清理走的，好多警察。你看，人家都是持枪的，这警察，荷枪实弹的这警察。啊，我就装着没看见他们，不知能不能拍，可能不允许我拍哦。所以呢，尽快往前走。大家看见前面这个大众的小巴面包车了吗？这估计呢都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车型啊，很复古。小货车，这又是大众。看看这街景怎么样？也一样，这里也很多这个涂鸦。这种欧美国家文化的都是很多涂鸦。前面呢又有人直挺挺的躺在这街边，好像是用毯子裹着的，不知道。生死都不知道啊。这可能呢是乞讨的吧，在街上，不敢专门看他。斑马线，他们也不停，因为我对面那个人站着很久了，不停。这里有小朋友在干嘛？你看，这里又有一个无家可归的，真的不少无家可归者。这里混血的比较多。
这应该又是一辆警车，圣保罗城市。啊？ Que não fala sua língua. Ah? Fala inglês. O menino aqui fala inglês. What's the function of that one? This one? Oh, it's a garbage can. Oh, garbage. Yes. From From the people From each the house. Building, from the building. So they Okay. bring the trash. They Yeah. open the can. They put it in there. Then the truck comes. and Okay, understand now. Obrigado. 终于理解了，它是放垃圾的那种铁箱，还要把它锁起来。刚才那个密终于解开了。这个又有，你看，它也要锁起来呢。可能是它就是每一栋楼前面，或是几栋楼前面有这样一个专门锁垃圾的地方。因为他是担心可能别的人把它乱扔垃圾进去，所以呢要把这个铁的笼子把它锁起来吧，我估计，否则谁都可以往里面丢垃圾。可能像德国一样，就是垃圾它是要按照垃圾的多少要收费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栋楼垃圾丢的特别多，那到时可能就收费就更多了，对这栋楼的那个住户来说就太贵了啊。所以你看，这里也是锁上的。这是我发现这个巴西可能特有的现象，都要用这个锁起来，不要给人家乱扔垃圾进去。你看，也是填满了啊。然后看看对面的高楼，比较陈旧了，我觉得应该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肉眼所见，我没有见到一栋新的楼在这里，表明了巴西它的发展肯定要比中国更早。听说，上世纪70、80年代是巴西发展的黄金期，后来呢就一直掉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出不来。而最前面天际线那里那些高楼，有点像纽约那种比较旧的摩天大楼，它的建筑风格差不多，可能也是同时代的发展的产物。看看这里的物价怎么样？这一份22，这样一份饭22，就是27、8块人民币吧。这个人干嘛？街头演说。再继续往前看看。等一下，我要看啊，哪个地方是唐人街那条叫25街了。我好像走了大概多久了？25分钟了，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到。他们这里好多的警察呀，而且对面他说是那个军队的军警 ，Polícia Militar 是军警的意思。南美人的女的屁股总是特别大。他过了，哦，绿灯了，对。你看那里又有一个人躺在路边儿，是个黑人好像。这里的一份40多的，20多的。哎呦，这个给大家拍拍吧，这栋建筑物涂满了涂鸦。看去非常古老，但是好像没人住了一样，特别丑陋，好像空了啊，对不对？上面是不是有人住吗？这个人看上去像马克思，他的面貌，你看又全是涂鸦。哦，对。这里巴西和德国一样，它专门有出租车停的站点，就是你要叫出租车的时候呢，你要自己人跑到这里来，或者要打个电话，然后他可以去家里接你。这是非常老式的这种出租车运营的模式。德国现在还有，巴西也一样。
中国都是网约车了，不过现在巴西也有网约车，昨天前天我都是坐网约车的，所以都有。哎呦，这里这种楼看起来特别可怕呀，一点都不干净。你看，这是摩天大楼呢，但是它的地面这一层，你看，脏得不成样子。为什么不维修好一点呢？这里应该是到了最核心的地方了，这个城市的中心。我闻到有大麻的味道。等一下我就不敢拍了，因为不知道这里安不安全。这应该是一栋购物大楼，因为看到有电梯，各种各样的店。看看城市的天际线是这样的。我估计差不多了，等一下我停下来，我终止拍摄。老是看见无家可归的地面，那个不是地面，对面呢，这是步行街，对面呢躺着一批，顺着他们这往前走吧，你看他们就以路为家。他们身边很臭的，那个地方估计也有一个人躺着，在那个凳子下面。他们有很多漂亮的殖民时代的建筑，比如说这栋就是啊。可是大家看到吗？维护不好啊！你看，那么多的涂鸦，然后这阳台什么之类的，好像都变成了危房一样了。上面都生了树，树木都生长起来了，在楼顶啊、阳台那个地方，有点可惜，让我想起了古巴的哈瓦那，也是很多殖民时代的建筑，就是没有维护就变成这个样子，甚至哈瓦那要比这里更严重。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所谓华人街了，这是25街。等一下呢，我就换一个镜头往前拍了啊。我大概刚才从我住处到这里走了30分钟。好，现在我转换镜头。这是一个下坡，前面就是25街了。这陡坡特别陡峭。好像批发一条街一样啊，人流汹涌啊。过对面去吧，服装一条街。你看，它这里斑马线是不等人的。但是这里呢没有中文的标识，让我想起了纽约的唐人街啊，卖的东西千篇一律，好像。它这里警察特别多，你看这些都是警察，这些都是啊。维持治安需要那么多吗？好多人都在刷手机啊，这些警察。啊，九龙，你看这可能是中国人的，好多警察呀，这好几十个。然后呢，有些那个店铺门前也站着警察，维持秩序吧，可能。你看这些饰品批发的。警察们都在耍手机，有点像义乌啊。你看，都饰品的配件。这是我在巴西吃的第一餐中餐，30，相当于人民币可能差不多40块钱左右，是在一个批发市场里面，就是25街的批发市场。他们这里呢，
外卖的，我看着人觉得可以就进来了，生意不错。这是牛肉，这个是红烧茄子吧，鸡蛋，还有一个芥菜，非常的中式的口味。他老是很忙，又回国，老是回国。每次跟他说，他又听不懂你说什么怎样，他说要不你跟我这个工人说吧，就个巴西的那个女的过来。谁呀？后面那个美女跟巴西的员工说话。哎